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赵康战情室专门现场特别来宾赵怡翔议员、陈琬惠委员、殷乃金小姐、林玉芳委员、万美玲委员、黄建豪委员。好，大陆已经第一次把核弹投入高度作战警戒的状态。哦，它的洲际飞弹数量呢，2030年会追上美国跟俄罗斯。哦，不是所有的核弹头了啊，但是呢，这个弹道飞弹的数量啊。那全世界的这些有核子武器的9个国家，5年来支出增加了1/3，哦，真的差不多将近1000亿美元哦，不断的增加他们的军费哈。那另外呢，今年可能也会超过1000亿美元核武的花费，光在核子武器上面。国际和平研究所说，人类史上这是最危险的事情，因为大陆已经把核弹头纳入经常战备啊。那不过其他国家到底谁把它纳入经常战备？只有大陆纳入吗？还是其他国家也纳入了啊？那纳入经常战备是怎样呢？是打起仗来就可以使用呢，还是怎样啊？那另外呢，这个美国对台湾卖我们116亿台币的攻击无人火弹这个飞弹系统啊，包括反装甲的这个无人系统，然后包括无人机弹簧刀300，都蛮厉害的哈。那么无人机弹簧刀也很厉害哈，那这个反装甲的这种无人机也很厉害哈。另外呢，国防部说谢谢你们，这次呢大幅缩短审查时间。不过每次宣布和卖到真的是拿到这个时间有时候会拖很长，不知道什么时候真的拿到比较重要。我们看一下。2018年5月，台湾国防部首度发现中共解放军派出轰6K 轰炸机夜间绕飞台湾，除了轰炸、侦察、巡逻、监视，轰6K 还能搭载核弹，对周边地域构成强大威胁。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最新报告指出，中国大陆首度将核弹头纳入经常战备，少量核弹头已经用于洲际弹道飞弹上，随时准备发射，数量推估为24枚。当出现一个错误的讯号，或者当出现一个误判情形的话，那这些处于备射状态的携带核弹头的飞弹，可能随时可以发射。瑞典智库报告指出，永和第1名，俄罗斯的核弹头数量为5580枚，美国5044枚，中国则是从去年的410枚增加到500枚。虽然只排第3，但扩充速度全球最快。北约秘书长近日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访问时宣称，北约国家正在研拟部署更多核武，向中国、俄罗斯发出警告。瑞典智库警告，15年前国际社会曾大幅削减核武，不过现在又回到冷战状态，一旦地缘政治冲突升级，便可能擦枪走火。很多国家都加强这个核武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提升啊。不过我不同意刚才那位专家所讲的，就是说现在人类面临最危险的时刻，核武的增加，我认为某种程度是让战争的爆发的可能性反而是降低了。这个美国是这个用了两枚原子弹攻击了日本，然后1949年苏联就有了第1枚的原子弹啊。中国大陆是1964年啊，然后印度啊、巴基斯坦一路下来啊，以色列也有。可事实上啊，我们会注意到一个问题，正因为核子武器的杀伤力太大了，所以让原先战争可能爆发的没有爆发，或者原来可以蔓延成更大的战争的，事实上是缩小了。譬如说我们讲韩战，19年大概是8月29日，苏联进行了第1枚核子试爆原子试爆，后来它就很快就有原子弹。苏联没有派军队进这个战场，因为他知道美国有核武。那两边都有了核武了，因为韩战从50年打到53年，这个打起来怎么办呢？双方其实有没有打仗？有，在哪里？在米格走廊我记得主持人我们都聊过这个问题，在米格走廊，苏联派了战斗机，美国派了战斗机，在这个韩国、中国大陆、俄国那个边境上在打，空中在打，结果双方都不承认，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打，但是不要撕破脸。撕破脸很可能就真的要打核武战争了，所以一直到大概10几年前，
双方原来进行了在米格走廊打了空战，我们都不晓得。接着后来是约战，你看美国进去了，中共跟苏联当时都有核武了，中共跟苏联敢不敢进去作战？不敢啊，可能有些军事顾问啊、工程师之类有去，或者他们给武器、给飞弹、给什么，但是他们不敢派军队进去。接着这个在中间还要讲1962年的古巴飞弹危机，最后也是和平收场，然后就讲到阿富汗的战争。苏联先占领了9年多，将近10年。美国提供刺针飞弹，中央情报局人去协助运送这些。可是美国敢不敢派军队去阿富汗作战？不敢。为什么？就怕2个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打起来。好，然后接着是美国去占领了阿富汗，苏联也没有插手。这个其他国家就这样子，就美国一个人在玩，最后也玩不下去，然后就回来了这样子。中间还有很多战争，譬如说印度跟巴基斯坦拥有原子弹以前，他们曾经狠狠的打过几场战争，死人无数的。最后有没有打？没有打了。那1962年中国大陆打过印度，把它打得很惨。后来双方也没有战争，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2国都有核子武器了嘛。所以我觉得核子武器正因为杀伤力很强，所以大家如果有武装斗争，到了一个阶段以后，双方都会自首收敛。为什么？因为他们担心毁掉自己，毁掉对方也毁掉自己。所以古巴飞弹危机为什么没有打呢？因为美国跟赫鲁雪夫，甘乃迪跟赫鲁雪夫都知道，这打下去了，美国跟苏联完了，整个地球也完了。所以我从这里我们要去讲的一件事，就是说，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发展核武？我认为它要发展核武的原因不是要攻击美国，或者要攻击印度，或者要攻击谁。它发展核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有一天我如果在一场战场上打仗的时候，我希望你美国不要进入这个战场，因为我拥有了核武，而且我的核子武力已经变得非常强大。你美国进来，那我们就会打一个核子战。所以核主 nuclear deterrence 这个字是有它的和平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贡献的啦。最后讲到这个无人机的问题了啊，台湾到无人机了，这个 Switchblade 这种无人机，我们也不要夸大它的效能。我认为它对那种小面积的作战，有些目标的攻击是很有效的。可是它的制空期啊，最多只有40分钟，作战的范围最多是10公里到40公里。所以它能够攻打的地方很小，然后它的重量像弹簧刀600，它的总重量就54公斤，它没有办法带那种很大威力的武器，所以它攻击装甲车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攻击碉堡当然也没有问题，它没有办法进行长程的作战，也没有进行这种对对方施加非常强大的武力的攻击，它没有办法取代飞弹，没有办法取代这个炮。我最后要讲一件事，如果无人机弹簧刀这么好用的话，你不要忘了在阿富汗的时候，美国部署光是弹簧刀这个无人机部署了将近5000架，5000枚。请问你改变了阿富汗战争没有？其实是没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台湾海峡变成美国想要把它变成个炼狱一样，我要用无数无人机部署在台海上空，然后攻击你中国大陆的船团。那我请问你一件事：中国大陆无人机，你们觉得实力会不会很弱？全世界最早发展无人机的是以色列，现在发展的最好的是美国，第2好的就是中国大陆。所以你觉得，如果美国在台海部署很多无人机，中国大陆会不会也部署很多的无人机，最后变成无人机在那边大战？所以我们也不要去低估中国大陆无人机的能力。美玲。我想这个核武大家都知道其实非常的这个严重，所以呢，现在呢全世界大概只有9个国家有核武。那因为大家要去限制核武，所以在1968年的时候呢，联合国也订定了一个这个不扩散核武器的一个条约。那但这个条约很可爱，它叫做不扩散，对不对？但是它只针对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全世界有9个国家，我们只能就是针对它。但是事实上，这个不扩散又没办法对它有约束力那所以呢，你就会发现现在全世界大家就含这个美俄中法英印度等等9个国家有，那其他国家如果要发展核武的话，那恐怕就会遭到很多的这个制裁啦，或者是约束啦、谴责啦等等啊。那到底是谁可以去决定那哪一个国家有
这个核武，哪一个国家不可以发展核武哦？那这个看起来啊，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国际秩序，就是强国说了算哦。那我们看到刚刚提到这个中国大陆这几年，其实这个核弹的发展非常非常的快，已经是大概是全世界之冠了哦。那从刚开始的第一枚这个成功这个爆核弹之后呢，然后到现在为止哦，那个速度快到在2019年的时候来到320颗，那现在呢高达了500颗，预计在2030年还要到1000颗，所以这个数量是非常大了哦。那当然，刚刚哦，其实那个玉芳哥有提到一个点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在这斯德哥尔摩有一个国际和平研究所哦，那这个所长他有提出来说，现在是人类目前处于最危险的时期哦。那当然，我觉得我很认同刚刚这个玉芳哥说的，其实核战一旦爆发，这非常可怕的事情，可能地球都会毁灭。可是我想他可能要提的其中一个部分是，一旦如果擦枪走火，那就非常可怕。所以他认为人类目前因为在核武的竞争上面，恐怕是现在最危险的一个时期哦。尤其是中国大陆又把它放到这个纳入经常性的战备哦，那这当然有一些他自己的意味在哦。但是我想哦，针对这句话，我觉得再延伸一件事，就是记不记得我们在前2年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说，世界各国的媒体在讲说，台海是这个全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如果把这2件事情加起来的话，哇，那真的很可怕。而且不但这个全球很多的媒体说台海是地球上最危险的一个地方，同时 CNN 还加码说没有最危险，只有更危险哈。所以我想在中美他们现在高度紧张跟高度的这个竞争下哦，我们常常在讲说台湾会不会是一个棋子，更可怕的是台湾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牺牲品哦。所以我想前2天我们还看到我们新上任的国防部长他讲了一句，他说备战啊才能避战，能战才能止战哦。乍听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道理，可是我们必须要讲，那个不是唯一的条件。那在现在全球这么危险的状况，台海这么危险的状况之下，我们要如何开启两岸重新的谈判？我们要如何能够有一个和平的一个方向走？我觉得这也是应该赖清德要上任要仔细去思考的。这个到底核威慑啊，是不是能够有效？哈，我觉得取决于这个领导人的一个心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啊。最近情势的变化，当然是一开始是因为这个乌克兰啊，俄乌战争的关系，那个普丁呢就是扬言，就是如果说美国出兵啊，然后呢。乌克兰的这个武器啊，就西方国家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去打到这个莫斯科啊，打到俄罗斯的这个本土的话，特别是针对这个莫斯科，那他就是不排除使用这个核武了，所以他还举行了这个非战略核武的演习啊，所以这个史托滕伯格北约的秘书长才会说，哎，北约这些国家要来讨论，把核武呢放到这个战备武器哈，来做因应，然后美国呢也在考虑呢，要在英国呢放置这个核武，然后这个美国这边呢，他为了要加大对于中国的威慑，他就延伸了在这个东北亚啊，包括对日本、对韩国的这个核威慑战略。我觉得这一些呢，都使得这个彼此之间的使用核武的这种压力啊和这种胁迫感呢增高啊。那中国大陆呢，它不但是在这个核弹头的增加的速度快，我觉得它带给美国最大的威胁还是在于它现在已经具备有核3位一体的打击能力啊，也就是洲际弹道导弹，然后弹道飞弹潜舰以及战略轰炸机。中共具备有这样子的能力呢，带给这个美国呢，在区域上的这个威胁是巨大的。我们知道，今天如果说一旦台海之间发生了任何的这个大陆要用武力来这个攻打台湾哈，它绝对不会对台湾这个使用核武的啦哈。那它的对象呢，一定就是针对着是美国。那所以美国呢也抓着这一点呢，不断的在它的内部呢强化的，就是它要增加它的这个核武能力，然后增加现在这个新型的核弹头的小型化哈，来去改善提升它的这个核战力的这个能力啊。但是呢，我们真的是不要忽略哈一个很最重大的一个对于台湾来讲存在的威胁，就是哈。当那个时候呢，陈水扁他在搞什么一边一国啊，去挑衅这个两岸关系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中国驻美大使李洁明呢就讲了一句话啊，他就说陈水扁呢，他认为他怎么有胆子去玩弄2个核子大国的命运？我觉得台湾呢现在要慎重的考虑的是这一点，就是说你玩弄2个核子大国的命运，台湾是最大的受害者。休息一下回来。
昨天中共的动94，现在觉得是动94核潜舰呢浮起来今天都是各报的头条啊。那昨天在金门、厦门，它主要还是靠近大陆了在大陆领海了啊。那顾立雄说呢，在中线以西，在那一边早上离开了啊。那另外呢，中共潜舰部队成立70周年，扬言随时给对手致命的一击随时可以打击你啊。那陈永康将军研判呢是潜舰北返然后呢要大修所以呢，但因为台湾海峡水很浅，所以如果在这个潜在里面，可能怕危险，就浮起来算了那我问专家，为什么不从那边走呢？对，这老美在演习所以呢，在那边可能碰到老美什么这些他们的船，所以干脆就从那边回来好，那但你回来你就必须要浮上来嘛那昨天有很多揣测，没有说坏了啦，有的是这个那个一大堆。大陆方面就是说呢，潜舰故障，胡说八道，我们怎么会故障？不会故障的，我们无敌铁金刚那一种呢是这个正常航行通过的需要，所以它就是要浮起来嘛。第二点呢是公开在示威，同时给你们看看，没看过对不对？给你看看我们核子潜舰长什么样？你们有吗？你们连一艘这个柴油动力潜舰搞半天都搞不起来。好，那么昨天位置在哪里？在这里。这是大陆的领海，这是海峡的中线，所以在那头，在靠近那边所以呢，基本上它的位置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呢，它上面可以带飞弹的而且呢，而且它是带弹的。射程可以达到美国，巨浪2型飞弹射程7500到8000公里甚至呢，这个可以达到美国本土西岸，如果再出来一点，可以达到大部分美国的本土那好吧，美国 P8A 反潜机也出来了那另外呢，说大陆的新战略核潜舰2030年会形成一个有规模的一个编队我们看一下。大型龟背肉眼清晰可见，澎湖渔民18号清晨5点出海进行捕捞作业，竟然遇到中共潜舰。看到对岸潜舰浮出水面，确切位置就在北纬24度00分，东经118度22分，距离澎湖相对遥远，比较接近金门，距廖楼湾只有25海里，距海峡中线24.7里，航行路径都在中线以西。根据外形推断，这艘潜舰应是中共094弹道飞弹核潜舰，服役自2008年，排水量超过1万吨，舰上可携带12枚巨浪3型飞弹，显眼的旧型龟背设计容易产生较大噪音。这是海军贴在渔会的海报，呼吁渔民出海，有看到船舰麻烦帮忙拍照通报，会发奖金给你。有人真的领过钱，这个拢有啊，我领2-3届啊。这渔民拢啊看到拢会用的。起码手机方便嘛，翕起来、录起来。在台海中线附近作业，凑巧发现军舰航行。海军的奖励办法是，若在我临街区24海里内拍下中共军舰，就能拿3万。大陆公务船和其他国家的船舰有2万元，若在24海里外，则一律1万元。但不是拍下回报就好，情报要有船的确切位置、舷号、舰型，通报的船长要是我国国籍，而且以首艘回报者为优先。澎湖的渔民发现这个潜舰，那根据海军的这个奖励办法，又有媒体说可以拿到3万，那这样到底详细的规定，我想会有也可能会来主责，好不好？认定以后我们会做出。军民合作也是好事一桩，毕竟捍卫海疆，人人有责。建好，我想这个顾立雄现在当国防部长真的是蛮辛苦的啦。我想这一次这个潜舰事件，我想第一个时间大家的疑问是，到底国防部有没有掌握？那当然事后他说有，但是他事后真的有吗？因为包含说我们那时候看到523、524联合利剑军演的时候的那一天早上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后面的新闻看得出来说，其实国防部好像事前并没有掌握到中共会在这个523准备要做这个联合利剑的军演。那这一次这个潜舰巡航的问题，好像也是个意外，是被渔民不小心拍到了。那大家好像也是可能是第一次拍到第一次拍到潜舰，所以才变成一个大新闻。因为刚刚这些渔民也提到说，新闻上看到采访说，这渔民他们过去也常常拍到军舰
但是这次拍到潜舰，那让我们担心的一件事情说，那这个潜舰的固定的巡航会不会变成一个常态化？那这个常态化，我们的军方到底有没有掌握？那因为其实现在当然我们可以仰赖说，可能美国目前呢还是这个在潜舰部分还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潜舰的部队，但是我想这个中共现在也在努力推动这个现代化。那未来10年，他们宣称未来10年内要来所谓超英赶美嘛，那他们的潜舰数量也能够跟上相关的这个美国的进度。那其实现在最担心的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在讲白了，在这个台海局势上面，我们非常的也是需要仰赖美国的情报。那这件事情是中共，即便现在他的这个潜舰的部队，他还没有办法直接开到这个美国的门前，但是他部署在所谓的这个西太平洋，部署在我们近海部分，他也足以去震慑、去威吓到说，美国如果真的台海发生问题的时候，美国的潜舰、美国的部队在这个台海问题上面，他有办法及时的介入。所以这部分，我觉得从这一次这个潜舰上浮的问题，我会希望说，我们的民进党政府跟国防部要能够给民众一个清楚的交代，说第一个有没有办法掌握，那第二个，如果这件事情变成常态化的话，未来在军事力量上面，我们能不能有什么嚇阻的作用，还是就只能由着它这样去？因为其实这个过去很多事情以前都没有发生过，但在这几年不断变成常态，大家习惯了之后，我很担心，就是大家对这种军事的力量会变成习以为常。那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这一次看到这个核能潜舰浮在这个应该是金门的这个相关的海域，确实会我觉得令很多渔民相当的惊讶让我们国人也相当的这个惊讶。但是我觉得重点是说，这个潜舰因为是中国的这个核能潜舰它核能潜舰其实主要的对象，我们刚刚也讨论到了，其实并不是包括在台湾在内，它主要佩戴的是这个所谓的核武的这个飞弹，这飞弹距离射程大概是7000到9000公里左右，所以因此它其实是作为中国这个核威慑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战力了。就是说，今天因为这个核威慑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核武会从哪里发射出来，所以说你今天如果有人去打中国的话，那中国随时可以透过不同的潜舰的位置再去发射这个核武作为一个回击。那这个就是英文叫 MAD 嘛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就是确保说任何一方发动这个核武战争的话，所有世界可能就毁灭。那这一次我觉得的关键是在于说，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台湾海峡？那这个当然有不同的原因了，包括也有人提到说，会不会是因为是这个小管在那个捕鱼的这个季节，所以很多网在那边，所以他们怕避免到说可能撞击到这个渔船或者拖这个渔船下水，所以因此就是特别浮出来。那也有人揣测说，会不会是因为发生什么问题等等等等。但最终的原因，我想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去完全的了解因为中国对于这部分的保密性，我想是相当的高。但是它这一艘这个潜舰，它现在美国的分析师的揣测是，它应该是在南海的作战区啦。那这个南海的作业区，它其实现在是要返回到这个青岛的这个港口去做一些补给的动作。那它穿越的是台湾海峡，所以我是觉得说，现在大家还是蛮理性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啦，也了解说，这个未必是带给这个台海情势的一个升温，而是中国可能它在潜舰的一个作业上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做法。那最后我提到一点，就是说，因为现在大家的揣测是它型号嘛，那它型号应该是蛮确定是洞94，洞94是中国2008年当时是下水的，所以现在他们在研发的是洞96这个预计是在大概是2027、28年的时候才会把它完成。但是洞94，即便它已经这个有8艘，已经10几年的时间，但其实很少人真的亲眼目睹过，因为中国对于这个计划的整体保密性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国际社会清楚的去了解、去看一下，说中国的核能潜舰到底是如何作业的。会。所以他这个潜舰，我看这个渔民拍到的时候，似乎像建豪讲的就是他好像没有那个警备的感觉，他就是好像还蛮兴奋的那我其实有一点觉得有点矛盾啦，就我们的政府呢要花钱请渔民，大家一起来拍就有看到赶快拍，然后一部分呢，我们的国防部长又说，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有掌握相关的一个消息那当然，就这2天大家有非常多的猜测啦，有些说他是机械过障，有些说他是做情收啦那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这个顾部长，他说他都有相关的掌握，但是掌握的方式不便告知嘛所以我们就希望国防部在这部分可以赶快充分再做好一点但回来讲就是说，我看到这个孙小雅即将卸任的孙小雅，其实他有说啦他说台湾不要
要漠视这个大陆的威胁，但是也不要害怕。对，没有错，因为美国呢即将要这个提供我们116亿的这个价值的这个无人机的相关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武器嘛。那刚刚赵大哥也提到啊，其实这个买没有问题的，但是交期要如期嘛。好，所以我们这个顾部长，这个文人部长，他跟过去的国防部长为什么会不同呢？这是我在地方一直听到的，因为咱买武器，的爱五郎要看合约，要看清楚。所以我们这个部长是学法律的，这件事也是非常重要。这个是地方大哥告诉我的，他说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对。好，回来讲了，我们就要做这个万安演习了哈。这一次是把这个红军假想敌的部分拿掉哈。那我想国防部有国防部的一个思考，他说是以真实模拟来这个做一个想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内部相关的一个准备还是要有的。每次万安演习的部分是不是真的有落实了哈？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他把红军拿掉，我也问了专家，他们说因为红军摆了我们就打输了。我说我们假装打赢不行吗？他说不行的，他说人家多少飞机、多少核这个武器、多少潜艇、多少潜舰摆那个地方，你不可能你就突然它就全部都毁灭了，都被你毁掉了。所以呢，干脆把它拿掉好了，免得打击自己的士气啊。休息一下再回来。是这样吗？